冬天气温下降，人的免疫力也下降，上呼吸道的抵御功能也随着下降，那么就很容易感染上呼吸道的疾病。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谈谈，在冬天呢，古人有什么样的智慧来做养生。很高兴邀请到吴建东医师来到节目现场。吴医师您好。主持人丹妮好，各位全球观众大家好。我们在古籍上都有写啊，冬3月要避藏。那么这个避藏的概念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？他说：“水冰地彻，无扰乎阳。水都结冻了，地板还冷到裂开了。这时候我们就不要去干扰到我们体内的阳气。天气比较冷，我们阳气会耗散的特别快，尤其是在靠近皮肤的地方，那个热就整个都散出去，所以我们叫做无扰乎阳。那怎么样做我们的养生的动作呢？就是希望大家早卧晚起，必待日光。很难吧？是《黄帝内经》里面提到说，春夏秋冬4季里面，只有冬季叫大家晚一点起床。那必待日光的意思是说，请大家等到太阳出来了再出来活动。冬天太阳是大概几点啊？大概6点7点的时候了。最冷的时候大概会出现在小寒或大寒这个节气，这个节气冷过以后才会进入到春天，那时候才会渐渐的回暖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把握早睡晚起，是可以睡晚一点。那有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，就是经书上写到，要去寒救温，无泄皮肤，使气极夺。希望说我们尽量避开寒冷的地方，接近温暖的地方。那简单的说，你可以有几个方式，比如说穿得暖一些啦，接近温暖的地方，比如说火炉啦，或使用暖暖包啊，然后避开有风吹啦、有雨淋的地方，然后不要让皮肤露出太多在外面，以免你的那个热气啊、你的温度、体温啊就散失掉了，这叫做使气极夺。但是也要提醒观众朋友，就是因为接近热气的地方，那皮肤的那个水分很容易被就吸走、蒸发掉，所以要保持皮肤的湿度。我们在临床上常常看到，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朋友啦，是因为我们的皮肤长得比较慢了啦，修复比较慢，所以容易裂开。那冬季又比较干燥，所以皮肤的水分会散失得快。那这时候有2件事情应该要做，当然补充水分，多喝水啦，我们的皮肤会比较有一些光泽，有些润泽，不容易裂开。那冬气之应，养藏之道，就是希望我们把我们的阳气或元气藏好。中医保持温度的最重要的点是在哪里？是在中焦吗？还是在我们的哪一个地方呢？最重要的地方，我认为是脾跟肾2个。脾是后天之本，然后肾是先天之本。肾气的阳不足了，就没有办法去补充其他4脏肝心脾肺的阳气，这是肾的部分呢。脾脏受伤的话，您可能会消化不良啦，没有胃口啦，甚至严重的还会容易拉肚子啦、肚子痛啦。没有办法吸收您的食物的话，您的身体其他地方的所有的脏器就没有办法得到适当的补充。所以我认为，大概脾跟肾这2个脏的阳气的藏会最重要。那很多人就会想说，冬天太好了，刚好可以吃补。可是我知道，就是很多医生都提醒，就是说吃补不是每个人都适合，是不是？也建议我们观众朋友，什么样的人适合在冬天可以补一下？那有些人他可能就需要平补，甚至是要注意了。就中医的概念来说，我们把体质分成2大类，寒性体质跟热性体质。寒性体质会容易怕冷啊，手脚冰冷啊，甚至喝一点冷开水就会想拉肚子这一种的。那热性体质就是说，你觉得火气大，口干舌燥，大便不顺，甚至动不动就容易流汗啊，容易发热。那寒性体质比较虚寒的，冬天会不舒服，就需要用一些温补的方式。是。那热性体质容易口干舌燥、火气大的，就不要温补的太多了还是可以，您适量就好。那如果说补太多的话，可能您的火气会更大。那我们桌面上这些食材是属于比较虚的人在吃的吗？我们把它分作药材跟食材2种，然后我们的药材有桂圆、黄芪、桂皮、核桃、芝麻，这些都有一些温补的作用呢，补入我们的肾阳的部分，有补肺气的部分，有补脾胃的部分。这些就比较适合虚寒体质啊，冬天怕冷、容易疲倦、拉肚子的人在用的。那食材的部分呢，我们有推荐根茎类的食物，比如说山药啦、马铃薯啦、地瓜这些淀粉比较多的啦，热量比较高的啦，会比较容易在冬天产生比较多的热量，比较不会那么怕冷。再来就是姜。
不管是生姜也好啊，老姜也好啦，都有一些温脾胃、帮助体内气血循环的作用。所以啦，很多人喜欢在冬天冷的时候喝一些桂圆姜茶啦，暖暖喝，对身体好。那医师手脚冰冷有需要去管它吗？还是说是一个身体的反应，还是自然现象呢？在冬天手脚冰冷，我觉得是正常现象，然后，但是手脚冰冷不要冷到一个程度，比如说有人手脚会冻得跟冰块一样，紫紫的那样哈。是，有些人甚至会有一些关节啦、肌肉疼痛的现象。那这种状况可能会导致他之后容易有一些关节退化的倾向。像我有些患者啊，他就长期间在那个冷冻库里面工作，他每次给我看手脚都冰得跟冰棒那样，他的关节就有一些已经肿起来了。那我们一般退化会从某一个关节开始啦，不会全部都是。那会从它循环特别差的那个关节开始退化。所以啦，如果说您吹个风啊，洗个手啊，手脚就开始冰冷，甚至觉得疼痛的话，您就要特别注意了。那这是什么现象？这是手脚循环不好的关系。那我们的气血没有走到末梢，它就会血管就会收起来，那关节就会容易疼痛。主要是因为体内的阳气没有走到手脚末梢的关系啦。所以冬天要怎么样让我们的手脚循环是更好一点？当然保暖是最重要啦，戴个手套啦，甚至您多泡泡热水啦，多搓搓手啦，多敲敲手啦，对于手脚末梢循环都有帮助。那尽量避免摸冷水啦，尽量避免吹冷风。那有一些药材或者是一些食材对于手脚冰冷也有帮助。例如哪些？手脚冰冷在中医学上有很多种原因的。那最常见的原因就有2种，一个叫做气郁，一个叫做气虚。那我们先介绍一下气郁啦，这种气血不顺，属于肝气郁结的部分，其实在现在的工商业社会很常见到，特别是中年妇女啦，容易紧张焦虑的啦，工作压力特别大的，特别容易这样啦。它的原因是因为太容易紧张，神经太容易焦躁起来，导致于末梢的一些小血管啊，受这些自律神经影响，它会容易收缩起来。所以这种患者了他虽然身体不会觉得冷，但是手脚会冰冷，对，他本身不怕冷，但是你一摸他的手就冰冰的，像冰块一样。这种患者呢，我们首先要让他的体质啊，让他的心情愉快起来，所以需要一些开郁啦、行气的用药，比如说玫瑰花，因为玫瑰花它的性味比较偏甘温，对于这种气血不顺的啦、心情不好的啦，用起来效果相当不错。它还有活血化瘀的作用，所以也有人说用玫瑰花茶啦，他脸会比较粉嫩粉嫩。所以冬天要保阳气是属于比较气虚的这一型的人是吧？是阳气虚的这一型，然后所以呢，尽量少吃一些寒凉的东西，包括冰饮啦、冰品啦、生菜沙拉啦、啤酒啦，或者是水分太多的水果啦，比如说西瓜、火龙果、梨、小黄瓜之类的。那些吃多就会容易腹泻啦、肚子痛啦这种现象出现。那很多人在冬天呢，也有这么一个说法，就是说泡脚。那泡脚它的好处到底是什么？因为脚是离我们心脏最远的部分啊，是。然后要冷的话，也是从脚先开始冷。所以有个说法叫做寒从足下生嘛，你开始觉得冷的时候，手可能不会那么快，但是如果脚的话，你可能会觉得脚尖冷，甚至连小腿、膝盖都会冷。所以您泡脚对于我们的末梢循环，特别是脚的部分，它能够促进它的循环的增加温度的作用会比较快。您脚都暖的话，您的身体包括五脏六腑啦、心脏的部分呢，也就比较不会那么的寒。我们用姜、艾叶、桂枝。这个桂枝啊，它加到那个泡脚汤里面，它的量要多少？大概加1把，2钱3钱就差不多。您大概做到那个味道散出来，觉得有香气的时候就可以使用了。是。那在冬天呢，冷冷的，很多人会想要喝一杯暖暖的，有暖阳的一个作用。那今天医师要推荐什么样的茶饮呢？温里养生茶，我们用的4味药：桂皮、红枣、桂圆跟枸杞。这4味药。这4味药也是平常我们在临床上很常用到一些驱寒补肾的用药。比如说桂皮啦，它对于温通经脉啦、祛风散寒的效果就很好。再来是红枣，红枣是补脾胃、
养血补血的一个用药。如果您容易脸色苍白啦，比较偏血虚的状态啦，我们就建议用一下红枣。那如果您血虚还偏向寒的话，怕冷的话，您可以再加上桂圆。桂圆对于一些驱寒啊、补肾啊、补血啊、养心安神的作用。那如果是您比较偏向先天啊、肝肾不足的部分啊，容易眼睛酸涩、容易头发发白的这个部分，我们就会用到枸杞，还有养肝肾、养下焦的部分。所以我们把4味药各抓了10克左右，拿来煎汤一起喝，对养生驱寒的效果就很好。那有没有哪些人是不合适吃这个茶饮的呢？如果您平常容易口干舌燥啦、咳嗽痰多的啦、容易出汗、容易便秘的燥热体质的话，喝是可以喝啦，但是不要一口气喝太多。您喝到大概觉得有点喉咙开始干的时候，就要暂停的了哈。那我们今天请医师来试喝一下，这个茶应该是挺好喝，因为感觉都是甜的，是，很香哎。可是它喝起来还是有点肉桂味，是，就是它不只是那个甜味，但是肉桂味也有，但是有一点辣的感觉，但不是太辣，不是像姜的那种辣。这个辣味好像深层的存在你的胃啊肠之中，然后所以它也有一些温养肠胃的作用。这个睡前喝应该也挺好的。喝一杯就是睡觉，应该会蛮舒服的。是因为里面有几味药就有安神的作用，然后包括桂皮也是啦，大枣跟桂圆啊，都有养心安神的作用。各位朋友，如果这支影片对您有帮助，欢迎按影片下面的超级感谢赞助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制作更好的内容，让您和您的家人更健康。